据说当时是这边富甲一方的地主啊，那么由于条件所限呢，不允许咱拍照，那么我就跟大家啊，那么大体啊，然后讲解一下吧。想必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有些时候啊，像这些精美的艺术品，放到这种古朴的这个石碾的上面，会形成一种强烈的冲击感哈。那么咱看一下这一个想必我的很多老藏友就我的很多好友可能都知道这个题材这叫万花锦，一定是在盛世才能创造出这么优美的瓷器，或者说富丽堂皇的瓷器来。学名叫万花锦乾隆盛世创烧，从乾隆以后才有，乾隆之前没有。还有一个俗名叫百花不落地或者百花不露地，你看吗？它通体全部就是以花卉各种花卉的纹饰盖住了就完全覆盖，凌而不乱非常的秀美，富丽堂皇但是呢却不艳俗非常非常的漂亮。那么这个器型呢是一个赏屏的一个器型，非常非常的优美那么它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叫什么呢？繁华盛世永不落幕之意你看上边有这种寓意特别好的花卉，你比如说牡丹代表这个富贵，然后荷花代表和和美美菊花代表长寿，能保存到现在也是难能可贵再看一下底下还有大清乾隆年制款修足非常的流畅有种泥鳅贝的感觉。不过这种呢目前来说还是一个民窑里边的顶级精品，不过也有些许的遗憾，有一个冲线口沿自然的脏旧包括内部可以看一下它内部这种脏旧一定是均匀的一般不成流淌状，好多做旧的就不会这样，一点点小毛病。这个如果没有这点小毛病，这个价格非常不菲咱再说这一个这也是清代的一个卷缸非常非常的漂亮上边这个彩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你看吗？青花加粉彩你看上面还有堆塑的这种感觉，看吗？还有这种米粒的这种凸起非常的难能可贵有一些就是自然的历史的痕迹的脏旧可见这家人家也是非常仔细在那个年代一定也是个书香门户那么青花加粉彩呢，就需要2遍入窑了。第一遍先烧青花，第2遍再烧粉彩工艺就繁缛一些。上边是一个凤凰牡丹纹那么开窗里面呢还有刀马人大人物和那个凤穿牡丹，非常漂亮底下火石红非常非常的自然。咱们可以看一下，有一些底非常非常的脏那这个由于保存环境所限，一般情况来说修足会有自然的磨损。其实这个底部如果一直放在那，底部会非常干净，但是上面一定不会太干净，特别这个口沿大部分会有自然的磨损，这也是一个鉴别的要点。再一个，咱看这个釉上这种老化的自然的开片清晰可见所以这种都是一眼闪开门的东西，非常非常的激动。然后出来光阴贴然后能收到2件尤为难得，不虚此行吧我是收藏小哥，喜欢收藏，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请关注我。好吃，着重推荐一下你这个煎饼果。谢谢，也好吃，还能谈几个？是，每回来我都吃。是吧？知道吗？记着你。那酒店里有那个早餐我都不吃。是吧？谢谢。第一主要起不来床，赶不上。第二是真想吃你这个。是吧？对。你看这个薄脆这个果子、红花、火腿、辣条，太好吃了。每回都吃，有朋友如果来这个德州大运河玩，一定尝尝这个大姐的。谢谢，好吃。大家整天说这么好的媳妇儿，这个漂亮吧发色，还有盖儿，但是发现了吗？这都有虫，这种都能到节庆但像这么大的很难以保存。你想找个全品，因为带盖儿这就太难了。你看这个修足特别的厉害。不是不给大家找，有时候根本找不到很难找。这个多少钱，老板？8000的。8000。入场请引导长河马，出示长城马。大家好，入场请引导长河马，出示长城马。感谢您的。
有些时候地摊的东西未必一定便宜，关键假货也不少，这个就需要一定的眼力了。真是说千里挑一的去看。我走了。不是一套，下边是老的油彩呢，上边不老，下边这个底沙壳门，这多少钱啊？1200，就口沿有点小内壳。没有，这下边老，上边不老啊。上边你看上边不老。也不是一套啊。对，就是后配的。这盘多少钱啊10件400。400，这里边就这一个好的，350吧。行吧，拿着。我得找个全号的，不好找。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青花釉里红啊。这个釉里红烧制极难烧制，有的烧不出来，有的烧绿了，品质还不错，轻中期吧。以前一堆一堆的，这都是那是现在收都100-200块钱就能买的，钱给您放的啊。现在找个傻开门的东西挺难，你想哪有这么多老货呀？所以说咱们得靠自己的日常的积累和眼力啊，去买点东西。这鱼盘多少钱？老字儿。反正就小点，300块钱吧。150吧，基本也就这个价。那个完整的，我知道完整了。350吧。300块钱吧，你这都收摊了。给你吧，给你啊。全部贯穿了，这一些，要不然这个买不到。厚了那冲天，快2瓣。你看嘛啊，这个是典型的乾隆的太阳花哈，其实就类似缠枝菊那个意思嘛。它兼着点这个雍正线描的感觉啊，细沙底。现在你买的青三代的东西啊，动不动都是大几千过万啊。有些时候我们这种民用的这种细路的也十分值得收藏，因为现在根本都不多见了。就刚才我拍的喜乐罐坏了这么细路的带盖要8000，其实古董有时候没有正价。你看那个鱼盘子，我第一个买的400，第二个买的300，为什么？它俩还是有一定差距，或者说这个老板有时候收的时候就高一点，所以我们说你上下浮动个几百几千的东西，上下浮动1-2千，几万的东西上下浮动个说大几千过万，这都非常正常不是说有一个定价，这东西物价局有定价。你说咱们个人怎么讲，是大体的一个行情。这最低多少钱吧？没必要那个。多少钱？800，不是现在买的，好多年前买的。现在我估计也买不着，不好买。10多年前买的，这都10多年前买的。一份给我包。板车的人还是比较少，可能有很多外地的都过不来。其实有些时候所谓的地摊捡漏有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真是超出人们认知的，就说都感觉这个东西可能不值钱，或者到不了那个年份，这个能捡个大漏。那还有一些捡个小漏，你比如说你像这个乾隆的这个缠枝菊的这个盘子，它要的真不贵包括这个鱼盘吧也还可以。为什么呢？那为什么也能说捡到漏呢？就是说他们有可能收了很多年放到家里今天拿出来你比如说这个鱼盘可能当时就250、270收的你来了都快撤摊了，能卖就卖了吧。然后还有乾隆的这个盘子你可能一般的话都会过千了吧。小漏也是漏就是说你买到合适就是漏。古董行的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呢？买到真品就是漏。那你像这些东西往后会越来越少，咱们以很低的价格就能买到清中晚期甚至清3代的青花盘，
还有青花釉里红这么高级的东西，那你放到家里又压不了多少本儿，你关键过些年它还涨价呢。去北京一趟，这次的宝贝盯了2、3年了啊。那么现在我就刚刚到达北京啊。那么现在我就来到了拍卖现场的这个预展中心我说拍卖一定要看预展，他们会有一个品相报告不过呢就是说呢是仅供参考那么我们还是要说通过这个去再甄别一下。这上面写的已经很详细了品相报告仅供参考，摊牌前请仔细检查品相，以实物为准很多人其实根本都不说这些我说过了，就是拍卖公司它是有拍卖规则的，就是说本公司特别声明，不保证拍品的真伪品质及价值对拍卖的卖标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担保，竞拍人应自视审拍这就是期待已久的我的个小部门提前先看一下16万。怎么这么大的？21万5。是一个日本人的一个酒厂从前年我就一直盯这个，因为那时候疫情出不了国，你也没法说是这个上国外去实地去看去，所以说就错失这个机会了今年终于来到国内检测一下这个品质然后还有真伪这就是传说中的斗台斗台源于就是明代明早期宣德年间，最出名的是花瓣非常漂亮青花加上材料2次烧制非常俊秀有力的大清光绪粘制款，底座非常的干老包浆自然我们说了一些好的东西都属于老货如新这就是在这一个一个的检查。那么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一场也是非常非常的仔细每一个圈足为了怕磕碰都做了一个圈足的一个套。那么这是矾红矾红源于宋代到了明嘉万时期的话就比较流行了。那么到了康熙的时候记住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点，康熙时期一般不以单色的矾红出现至少目前是这么认知的，它一定会配一支青花或者是五彩。那么到了就是康熙以后，你比如说乾隆以后就比较弱了它是以这个铁为主色系那么到了光绪一朝呢，回光返照又做的非常好，深沉大气自然这个器型都是铃铛杯。咱说这个东西真不真，你看它的款式非常写的铿锵有力非常非常的激动。那么这是一套。7号拍品，这件是乾隆的青花缠枝花卉纹，日本横滨长沙酒藏记录于横滨国庆2019年，当时编号是226号文机组，起拍价格是8万大元，30版直接报价30万，来自于这边提出48万，38万，38万现场报价40万有了，40万应该是场内的意思平台，谢谢48万，48万又报名了，可以提出52万，117号横滨继续52万，还有新的老师横滨52万点前锋，后方的推手离开考虑方向了，52万在现场，前排的报价是要多少？52万、55万，还是17、55万，谢谢，55万，56万，您也可以开通，57万，57万，都有7号报价，57万在现场，都有7号的57万，交给谁了？57万，57万。57万，最后一次，谢谢高67号的57万，谢谢。拍完了，然后交完钱就往这个库房里去取货这最后一个环节，取货也是非常谨慎的，要每一个再重新就检验一下看这个东西有没有出入一定要仔细检查这是最后一个环节。美中不足的其中有一只是有通线，不过这个已经没所谓了。那么一会儿呢，我还要用专业的设备重新再检测一遍，这个过程可能比较慢，然后也是为了
为这个艺术品啊，为自己负责吧。大体先看一遍。皇家之气的这种美丽啊、惊艳或者说细致啊，这就是当时的皇家之物。现在啊，增值潜力啊，或者是同朝以往的这个拍卖价格一直非常好。收藏它的同时，我们在欣赏这个艺术的同时，也是一种财富的积累。相对于这个价格来说，其实我已经很满意了。那么今天呢，就是为它而来的。主题封面，2021年的青石凤头玺，没想到被我给拿下来了。真正的官窑，其实这种在市面上啊，仿品巨多，传承有序啊。从日本的横滨啊，前年啊，然后再到今年我们中国的北京啊，我打算把它就是一直留到中国，就是传承它。官窑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拿到手里那一刻，你有一种感动，然后你有一种欣慰啊，你有一种自豪。那也许这就是艺术品的魅力。我得又得干火车了，咱们走。康熙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猛，不服就干啊！手底下3个藩王有点账本啊，灭了你啊！噶尔丹不服，越炸亲征，吓死你，是不是？然后俄罗斯啊侵占我们东北，打死你！俄罗斯一看啊，我这是个什么人呀？这玩了命了，是不是啊？跟你过不了这个，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从此啊和平了100多年啊！台湾啊，你过来吧你啊！别落了这个，独立有这狼仙的啊，是不是？然后这就是康熙一个啊特色鲜明的一个皇帝啊，不服就干，不在战争就在战争的路上。那么咱再说雍正，雍正是一个什么皇帝呢？据说一生为出京城啊，兢兢业业，他非常喜欢公务员的这个职业，喜欢什么呢？批奏折。据说每天呀只休息4个小时，这个人心思非常的缜密啊，是一个守江山的一个能手。据说呢，他批阅的奏折一生达到4万多件，批阅的奏折无数，据说打几百万字，有说上千万字的，反正就是很累啊，做事很严谨。当然，在严谨的同时，他需要放松啊，所以说他艺术修为也非常高啊，他是一个不在批奏折就在批奏折路上的一个皇帝。那么咱再说乾隆玩呗就是玩哎。康熙打江山，雍正守江山到了乾隆就玩了6下江南，有说7下江南的不在玩就在玩的路上你看3个皇帝非常的这个各色鲜明我说这个有可能不是特别严谨有点就细说的意思，但是呢，我是为了让广大的藏友记住，就是说3个皇帝各色鲜明，因为政治皇帝的风格影响艺术风格今天说的这康雍乾盛世咱说康乾盛世，其实指的是康雍乾盛世因为雍正在位时间比较短嘛，在位13年，1722到1735嘛，好多人就把它省略了，念起来也顺口。你比如说康熙瓷器上这个青花画的这个上边带鱼的那都是拿叉子往上插，就这么猛是一种出击的状态你比如说到了雍正，可能就是在那垂钓那么到了乾隆呢，有点愿者上钩的意思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今天说这些也不是无缘无故的那么等重头戏就来了。一看这个龙是不是一看底下这几个字就知道这个东西分量不浅。雍正时期的一个青花龙纹折腰卧走的一个斗笠展从这个上面其实就非常能体现出刚才我说的那几个特点。你看他画的这个龙非常的这个清秀，而且是用这种淡描或者说线描的方式去勾勒的那么再看他这个修足包括这个款式字写的铿锵有力，双篮筐修足是典型的官窑的泥鳅背官窑一定是泥鳅背，就跟泥鳅的脊梁一样非常的圆滚这是官窑的一个特征在一个官窑是有制式的，不能乱画我这2条龙是吧？双龙赶珠，我能不能再画1条？不行雍正时期比较就是说清秀疏朗，你看嘛，它留白比较多，是不是？那么乾隆的风格密不透风上边就密密麻麻都画满了皇帝的这个欣赏的这个角度不一样那么雍正的瓷器给人的感觉就是俊秀严谨，一丝不苟，各有各的特征咱们都说康熙仅是良莠，其实雍正有过之而无不及你看他这个胎他都能映出里边的龙来，就说明他那个时候胎土可能能淘胎土能打10几遍甚至几十遍之上，淘的特别细有些人很多说火石红，其实火石红是里边没淘干净才出火石红，你淘干净了几乎火石红很少或者很淡这是特点就有种这种吹弹可破的意思还有一句话是什么恐怕风吹去，又恐日之消就是形容这种白釉的薄胎瓷的这种感觉，就是说放到那里怕风吹走了
然后放到太阳底下怕晒化了，那这种感觉啊，御窑啊，就是官窑的这么一个碗，可能烧这么几百个都不行，都打碎了扔掉啊，只选取最好的啊，进贡给朝廷。你发现了一个事情了吗？不都说这个龙是五爪的，是不是啊？皇家肯定是五爪，这个为什么是四爪呢？啊，那这个就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有很多人啊，就是说被误导了。那很多小白说，哎，你这是假的吧？啊，但凡说这句话的，基本上就是露了怯了。从元明清以来，包括元青花中的龙，你可以看到元青花的龙大约都是3爪的。那么明清2代的，当官窑成为定制的时候，那个龙纹依然有3爪或者4爪。官窑里啊，我们说的是官窑里。这么一说啊，可能大家就明白了，是不是？那么咱们今天共同欣赏一下雍正时期的官窑到底有多么美。在那个年代啊，这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我们在欣赏官窑的同时啊，其实我们应该了解历史，了解什么呢？就那个时候制作的难度。我相信现在啊，这件艺术品啊，放到我们手里，感觉很遗憾。想想735年距今多少年？还有小贩的非常非常的少。这喝茶得多钱一碗？官窑给人的感觉非常的大气，具有皇家之气。也就是说，懂与不懂啊，咱看那种感觉，那种雅致和那种气息啊，是我们有的摸上去就跟玉一样的润啊。非常的清香啊，雅不雅？今天也附庸风雅一会儿哈。那么咱们书归正传啊，为什么说啊爱喝茶的人家或者会喝茶的人家出大官？这可不是天方夜谭啊，这个是有据可查的。那么在南宋的时期啊，有一位老者啊，这个老者叫什么呢？叫沈安，就写了一本书，里边就详细的记载。那么这本古籍善本呢就在我手里啊，然后呢也是应邀咱们西瓜视频出一期古籍守护人的一期节目啊，我也今天就作为古籍守护者给大家讲一下啊。那这是一个后期的一个木板刻印的一本古籍就完全是按照古版来的，也是非常难得啊。说了这么多，大家好像云里雾里的。好了，不跟大家开玩笑了，就说南宋这个沈安老人呀，爱茶具如命。那么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其中的奥秘之所在。就说呢，在我们宋代的时候呢，喝茶要12件茶具，每一件茶具这个沈安老人都赋予了他拟人化，赋予了他官职。那么咱就看一下具体这12件东西是什么呢？可能放到现在大家非常的陌生。第一件是韦红炉韦红炉，你看嘛，红炉其实谐音烘炉烘焙用的把它放到这一个苇字边的一个器具里边进行烘烤，这样的话茶叶就会干熟，所以叫韦红炉，姓韦，官职是红炉这个红炉是个什么官呢？是管什么呢？管外交的一个官，它正好属于外围嘛，喝茶的外围那么第二件是什么呢？木袋制你看吗？给人感觉好像是不是舀水的？其实不是这是相当于我们蒜臼子，你知道吗？其实它都是木质的，把这个茶烘干了以后放到里面，敲打一下把它弄碎木袋制。那袋制是个什么官职呢？相当于我们的智囊团或者顾问皇帝身边的人咱看第三个，金法槽古代的法是这么写的，金肯定是金属的这是一件金属的，然后把刚才烘干碾碎的茶叶末再放到这里面进行碾碎法槽日本有好多还延续我们的旧制其实它就属于司法部门的，就像我们法制部门的人金法槽实力碾压这些不道德的分子然后咱再看下一个石转运这个一看就明白了。刚才这个法槽碾压完了还不行，再放到一个小石磨里，继续把它粉末，把这个茶叶再粉碎转运是什么相当于我们的交通部门的这种官职再下一个胡员外员外嘛，我们一听是不是肯定是脑满肠肥，大肚圆圆土豪，肚子里没啥墨水看这就是员外，其实就是一个葫芦瓢舀东西用的员外大家应该知道那么下一个罗枢密一听罗是不是那就是罗我们
筛东西的东西，就是说，哎，把这个茶叶末呢再舀到这里边进行筛选，继续把这个茶叶啊细化。那个枢密是什么？古代有枢密院啊，枢密院里的这种高职人员啊，他的权力不次于宰相，所以也是非常厉害的。下一个宗从事啊，这个更好理解，一看这不扫床的刷子吗？那时候是你看前面那一套弄完了以后，是不是需要扫一扫啊？啊，宗字做的，咸阴宗，从事。那从事是个什么官啊？大家知道和珅身边那个刘全吧？啊，大体是这么一类人物啊。再一个七雕密阁，一听啊，这密阁，那这就是皇家藏书的地方啊。你比如说编纂四库全书什么，这都是大人物啊。其实它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展托啊，别烫着手啊。啊，七雕密阁，它是漆制的啊。那我这里有一件漆雕的东西啊，这样更形象，看见了吗？雕漆，只是我这是个瓶，它这是个盏啊，就是这么个意思。接着下一个啊。陶宝文啊，你听宝文啊，那也是这个属于皇家的啊，宝文阁呀，什么什么什么，就属于这个文人的啊一种职称。其实它就是陶器啊。汤提点，刚才我喝茶了，我提的那个就是汤提点，其实它是一把壶啊，古代叫柱子呀啊，但是呢，它不是直接把茶叶放到里边，它只是把滚烫的水放到里边，直接冲茶的啊，叫汤提点，提点呀啊。大家理会一下，大宋提刑官知道吧？啊，这个也属于就是啊，法制部门啊，法务人员啊，汤提点啊，给你很高的温度啊，压你啊。那么再下一个竹覆尸啊，竹覆尸啊，竹子做成的啊，其实它是一个就是这个形状的啊一个东西，干什么的呢？啊，它是咱们泡上抹茶以后啊，它放到啊，宋代兴抹茶嘛，就是喝的茶叶末，就是刚才我泡的这个高碎啊，茶覆尸，一听这覆尸是不是？赴汤蹈火，就这么个意思啊。丝织坊啊，一看什么是个丝巾，那它相当于什么呢？啊，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茶巾啊。那它的职位是什么呢？织坊，就是古代啊是绘制地图啊，看我们国家版图的，不能我国领土啊不容任何啊外邦的侵犯啊。丝织坊，那么这就介绍完了我们啊12件啊，12个大官，12个人物啊，这就是我们啊。南宋时期沈安老人写的《茶具图赞》，这样一说啊，大家就明白了。通过我的讲解啊，可见我们古人那时候对于茶道啊，对于茶是非常非常的讲究，非常非常的雅致。在探究古人啊古籍的同时，其实我们更能理解啊我们古人的文化。那么自18大以来啊，我们习大大就提出了啊文化自信，文化强则国强啊。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唯一一个5000年文化没有断档的国家。啊，我们中国为什么从未被战胜？这就是我们文化强大的原因。我收藏小杆，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请关注，给我点赞，谢谢大家。来一个，你们抽啊？我也抽，我也抽。有一个祖传的一个鱼，上到哪去了啊？这都有年份。和田资料，资料，对，和田资料，得是清代的老爷子，清代，漂亮，坠子，坠子，那时候抓在手里。这个您卖多少钱呢？500啊，太合适了啊，太合适了。是500吗？500我不能要。多少人要？这个我这么跟你说啊，老爷子，你可能现在不明白行情了。这个我能给您2000。2000。500你不要了，你要2000了。
对，我得给你2000，我不能骗你。你高寿啊今年43，真好，不愧是大户人家，那时候就有好东西。你讲话实在。是，我看看身上有多少钱啊？这是1000，您点一下。2000可以是吧？ 2000可以。啊，可以，我就拿走了。要不然他们又说我骗老年人了。你点一下，这是2000。好。你点一下。这盒子都有年份了。还是你要你拿去。这个我就要的。盒子都有年份。对，连着对。对，是吧500不要年2000一时代。对于老板什么的，我压价了。对于像您这么大年纪了，这种祖传的宝贝，可遇不可求啊，非常漂亮。不瞒您说，老爷子，这种新的现在也不便宜，别说老的了。别的您还有要卖的吗？卖一个就卖一个。哦，就卖一个给我。哦，其余的暂时不卖。暂时不卖。到我手上3代了。哦，3代了。这样，到时候老爷子有想出的再跟我联系哈。好。那我走了，再见。其实他一拿出这个盒子来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再看一下这盒子上这种包浆啊，还有毛笋啊，红木的一个盒子，非常漂亮。咱讲讲这个玉啊，这个玉坠啊，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其实从宋代就有了，那时候玉坠啊，这种东西不一定是挂在脖子上的，有的时候人们是佩戴到腰上的啊，也有可能就攥在手里的。玉啊，在古代啊，从这种神话，再到这种作为政治或者是作为这种身份的一种象征或者一种图腾一直始终贯穿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到目前为止大概得可以追溯的8000多年以前了。所以说这玉坠呢，给予人们很好的寓意。你比如说这一个是一个玉桃形式的，桃代表寿而且呢给人一种安全感。咱们都说君子如玉，温润如玉攥到手里给人一种踏实的感觉。我们现在叫什么呢？古代叫坠子，现在叫什么？手把件就是这样。那么和田玉呢，分籽料和山料籽料一般都是随形就大体这个样子稍作加工。一般山料的话都是大块的再去加工这个东西应该是清代的，因为料质比较好从乾隆20多年开始我们才打通这种西域我们这个新疆的这种玉的运输那时候才命名的新疆明代的玉器的话，相对来说还会差一些。其实我们明代的时候那个疆土要比清代少很多普及一个知识新疆就是那个时候来的。我收藏小哥喜欢收藏，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请给我点赞。